此刻挥手间，那磅礴的大手似取代了天空，向着白小纯那里骤然拍来。白小纯神情凛然，他立刻就在这大手上感受到了四脉的浑厚之力，还有整个通天海的气息。看似只是一只大手，可实际上说它是通天大陆，也都毫不夸张。一旦落下，一旦白小纯无法对抗，就算是他强悍的肉身，也都无法与一个大陆去比较。而在世界之力的操控上，白小纯也心知肚明，自己的确不如掌握此法太多岁月的天尊。此刻面对这惊人的大手，白小纯赤红的目中却没有丝毫退缩，而是露出一抹更浓的癫狂。不如你又如何？白小纯仰天一吼，体内掌声力全面爆发，竟在体内游走时，依靠长生力的修为，模拟出了水泽国度的道法。水泽，白小纯大袖一甩，这是他如今最强的修为下施展出的水泽国度。他相信那冥冥中的本命神兽，这一次必定可以超出以往的显露出来。轰鸣中，随着白小纯的声音回荡，整个通天海居然在这一刹那，海水所在之处皆是水泽国度。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在那大手拍下的刹那，蓦然开口。几乎在他声音传出的瞬间，一声仿佛从异界中传来的兽吼，让天地震颤加剧。世界轰鸣，强悍如天尊也都在听到这个声音后神色一变。这吼声带着振奋，更有狂喜，似这冥冥中的巨兽终于等到了白小纯的修为，可以打开一个让他能进入这个世界的缺口。整个通天海的海面仿佛成为了异界的入口。随着吼声的传出，这一次出现的不再是一座座斜着的山峰，而是一片大陆。这一看就是大陆，黑色的地面虽没有泥土，而是如同鳞片般，可其磅礴的程度只能用大陆来形容。这大陆上无数的鳞片，而每一个鳞片都如之前的通天岛般大小。随着大陆的隆隆升起，赫然在这大陆下出现了一座座如同悬挂的倒立山峰。而仔细看去，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陆，哪里是什么山峰？那山峰赫然是锋利的牙齿，那大陆竟是这巨兽的上颚。与此同时，还有下颚也随之轰然而出，直至完整的露出了一张如同鳄鱼般的惊天大口，从通天海内昂然抬起，首次的露出了双目。那目中一片赤红，细看之下，竟与白小纯的双眼一模一样。怒吼中，这如同鳄鱼般的大口从海面爆发出来，其庞大的程度，白小纯与天尊在其面前如同蝼蚁。此刻咆哮中，直奔降临而来的世界大手，一口就吞噬而去。白小纯心神震动，看着那整个通天海上冲出的大口以及半个头颅，白小纯为之震撼。他没有想到，自己到了如今的修为，居然还是无法让这本命兽完全显露出来。而通过这半个头颅，他也可以想象自己的本命兽的大小，怕是堪比半个世界一般。若是换了其他时候，白小纯必定振奋，可眼下他没时间思索太多。抬头时，在水泽国度的巨手与那世界大手碰撞的刹那，一声似开天辟地的巨响轰然爆发。这巨响太大，形成的冲击直接就让通天海的范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风暴。在那风暴中，强悍的世界大手竟瞬间崩溃。随着崩溃，四脉的所有山峰在这一刹那也都大半的坍塌下来。同样的，白小纯的本命神兽似也无法继续支撑，在吞噬了世界大手后也消散开来。只是他的消散并非灭亡，白小纯心知肚明，这本命神兽的一切都是虚幻，只要自己修为足够，就可无限的将其施展出来。白小纯目光一闪，正要一鼓作气再次召唤，可天尊那里此刻目中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右手倏然抬起，顿时他手指上戴着的一枚指环直接脱落下来，向着下方的通天海直接坠落。风！天尊目中也有血丝，冷冷低吼。第1022集，四大凶兽。随着天尊话语出口，立刻那坠落下去的指环猛地就散发出七彩之光，这光芒一瞬间就覆盖了整个通天海，更是映照天空。在这一瞬，甚至就连天地的崩溃也都好似被凝固了一下。而天尊也并非是好心的去阻止世界枯萎，他要做的是去封印世界，从而让白小纯这连他也都心惊的道法，如被封住，打不开异界之门，就无法让那恐怖的巨兽降临下来。是老夫小看了这世间道法。水泽国度天尊淡淡开口，目中在这一瞬爆出金芒。不过现在不会了。他右手猛地一挥，顿时那指环上的封印之力不仅仅是封印了天地，更是从四周八方直奔白小纯而去，似要将白小纯也都封印在内。白小纯目光闪动，一样凝重。通天道人身为世界之主多年，底蕴之深，白小纯知道是自己无法比拟的。从之前对方的几次出手就可看出，天尊的手段之多，法宝之重，难以想象。如今的这枚指环，其上散出的古老气息让白小纯也都心惊，不用想就知道，这显然也是一件至宝，虽不如世界之宝，可也必定有惊人的来历。眼看这四周封印，带着灭绝之意缩困而来，白小纯没有退后，反倒是身体向前一步走出，不死劲直接展开。轰鸣中，他的不死劲下
一切禁制阵法在其面前都好似不存在，竟直接的就穿梭了这封印之力。撼山状同时爆发，换来更惊人的速度，瞬间就直接出现在了天尊的面前。右手抬起时，碎喉锁正要落下，可白小纯的面色却是一变，来不及思索，身体急速后退。可还是晚了，天尊的嘴角露出一丝讥讽：“你还真以为本尊忌惮你的本命巨兽吗？本尊岂能不知不死卷的不死劲，可穿梭一切世间禁法，可你能穿梭封印，却穿不透这法宝的实质之力。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你中计而已。”天尊仰天大笑，右手猛地一挥，顿时这四周的一切封印眨眼间就开始了碎裂与崩溃。这崩溃轰鸣中形成的毁灭之力，瞬间就从四方疯狂而来。天尊根本就没有要去封印天地，那一切都是他刻意摆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白小纯忽略其他，从而注意不到这已经出现在其四周的指环至宝。若是此刻站在天空顶点向下看去，可以看到白小纯的四周那将其笼罩在内，排山倒海一般轰鸣而去的毁灭之力，赫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而仔细去看的话，在那毁灭之力内竟存下了一个指环，这指环不断的收缩，灭绝之意持续爆发，毁灭之能滔天而起。白小纯面色变化，强烈的危机感在体内不断的升起时，他的目光一凝，竟不再去抵抗，而是任由指环急速收缩后，瞬间就凝聚在了自己的身上。而他唯一做的，就是在这指环收缩而来的瞬间，以自己的右手代替身体被那指环死死的勒住。刹那间，他的右手就传来刺痛，指环直接就勒在了肉中。与此同时，他体内强悍的恢复力自行爆发，形成了抵抗，直接冲击指环。天尊眉头皱起，对于白小纯在这危机关头明知无法闪躲，所以果断无比的用手臂来代替身躯的做法，他虽能想到，可眼看白小纯反应如此快捷，还是让他觉得难缠。尤其是不死卷的恢复惊人，让天尊心底有些遗憾，终究还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天尊摇头，目光一闪，身体如闪电一般，在白小纯恢复力爆发去对抗束缚住了其右手的指环的刹那，直接接近，出手就是天地神通。轰鸣中，白小纯立刻回击，二人在这半空中直接就掀起了一连串的音爆与巨响。通天道人的气势越来越强，他虽是准天尊，可其底蕴之深，如今爆发出的战力竟无限的接近真正的大成境界。而白小纯这里本就在修为上差了一些，又被封住了右手，本不是通天道人的对手。可他不死长生功逆天的恢复，使得他的所有伤势几乎瞬间就会恢复，这恢复的程度甚至超越了邪祖太多，一时竟与天尊战的势均力敌。更是在几个呼吸之后，白小纯额头青筋鼓起，右手猛地握拳，在一拳轰出时，他的恢复之力与肉身之力同时爆发，那死死的收在其右手上的至宝指环竟也无法承受这力量的震动与扩散，在轰鸣中直接就四分五裂，蓦然爆开。而随着爆开，白小纯的战力顿时再无限制，直接炸动，一拳之下，天地间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轰隆隆中直奔天尊而去。天尊冷哼，身体退后几步，右手抬起掐诀，一指虚无，口中传出冰寒之声：“掏蛟！”天尊的声音在开口的刹那，本已没有多少海水的通天海深处，忽然传出一声咆哮。这咆哮让天地震动的同时，一股让世界色变的气息轰然爆发。随着爆发，海水直接爆开，赫然有一条身体足有万丈大小的蛟蛇腾然冲出。说其是蛇不恰当，因为它只是蛇身，而其头颅竟是足有1000丈大小。似龙非龙，狰狞无比。刚一出现，就让八方虚无也都掀起无穷波动。其恶！没有结束，天尊再次掐诀，开口的同时，竟从这通天大陆上4条通天河内同时有吼声传出，有4条金色的鳄鱼瞬间而起，竟彼此凝聚在一起后，形成了一条万丈大小，可却有4个头颅的金鳄，呼啸而来。魂炬，秦武！天尊挥手间，声音依旧惊天，从那天空上赫然有一只巨大的鹏鸟，发出凄厉的嘶吼，似能遮盖小半个天空，轰轰降临。仔细一看，这鹏鸟的身体上多处腐烂见骨，此情竟是一只不知死了多少年的亡灵。紧接着，则是小半个通天南脉的大地直接爆开，从南脉的地底飞速地爬出了一只石虫，身体万丈，庞大的身躯所过之处，一切事物都立刻石化，甚至其所过的地脉也都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白色痕迹。白小纯，老夫能与守灵人争斗多年，底蕴之深，天下无人能及，你凭什么和本尊来战？天尊大喝一声，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指，顿时这4尊大兽齐齐咆哮嘶鸣，直奔白小纯而来。其他3兽不说，那金色的鳄鱼，白小纯曾经多次见过，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鳄鱼竟有4只，且都是天尊之物。而这4头凶兽散发出的气势，任何一个都堪比半神大圆满。可以想象，如此强悍的天尊，血祖竟能拖延许久，这里面必定有问题。显然，血祖的确不俗，也的确是在拖延。
可天尊也绝非如其之前所表现的那样气急败坏，明显的是，天尊也在等待守灵人的成功。守灵人算计天尊的同时，天尊也在算计守灵人。他在等自己到来，更重要的是，他在等守灵人的死亡。因为在天尊的心中，他最忌惮的，从始至终都是守灵人。哪怕他明知道守灵人已经虚弱，可还是在多年来的对抗中有来自本能的忌惮。而守灵人一死，天尊彻底放心。对于他来说，一切就从复杂变得简单了，只要吞了自己，就可炼成不死长生丹。这些念头在白小纯心中瞬间闪过。能有如此算计的天尊，必然有一个让其认为有着十足把握的仪式。白小纯面色变化间，思绪电转。他知道，正是天尊这让自己想不明白的仪式，才使得天尊有信心，在一切都脱离了计划，又符合了计划的同时，能去获得最终的胜利。他所依视的不可能是这四只凶兽。白小纯身体后退，在与天尊的生死之战中，他必须要花费心神去思索。实在是天尊，作为这个世界中多少年来的至尊，白小纯不能有太多的差错，稍微不慎，将是万劫不复。第1023集，通天道门，只是天尊的思绪，唯有守灵人可以判断。白小纯修炼至今岁月太短，很难与天尊的老谋深算去比较。此刻他虽看出天尊的部分思绪，但却无法找到其一事的端倪之处。且时间太少，二人争斗时刻都是生死危机，容不得白小纯太过分心。种种念头在他脑海一闪即逝的同时，天尊四周的四大凶兽齐齐破镜，直奔白小纯而来。无论是涛蛟还是奇鳄，庞大的身躯内爆发出的凶焰滔天无尽，瞬间就封锁了白小纯左右两侧方向，带着难以形容的凶残之意，似要将白小纯生撕活吞。与此同时，在白小纯的前后两方，混聚与秦舞，发出凄厉之音，速度之快，仿佛要破碎虚无，刹那临近。这四大凶兽各自都爆发出堪比半神大圆满的波动，此刻一同冲击，顿时就掀起风暴，似要改天换地，从四个方向，仿佛不给白小纯半点闪躲的机会。危急关头，白小纯目光一闪，没有丝毫迟疑，他右手抬起，一拍储物袋，口中轻吐三个字：月亮花。几乎在白小纯开口的瞬间，他的储物袋内立刻就有一股丝毫不弱于这四大凶兽，甚至单独比较的话，还有所超越的气势，滔天而起。轰鸣中，一根根葱绿的枝干顿时就在白小纯四周的虚无蓦然伸出，一共9根，彼此急速地缠绕在一起后，一朵巨大的由无数花瓣组成的月亮花直接就降临在了这方天地内。天外气息格外强烈，如果守灵人没死，这片世界没有陷入枯萎，那么还会本能地对其压制。可如今随着世界的枯萎，压制之意也都几乎全部消散，使得月亮花的出现爆发出了它身为天外之种的惊人之意，隐隐的都有天道的气息在其身上扩散无尽。轰轰轰，足有万丈大小，全身上下散出狂暴之意，更有触目惊心的道纹闪耀的月亮花在出现的瞬间，在其花朵内竟有一声咆哮猛地传出。吼！八方震动，四大凶兽掀起的风暴在这咆哮音浪的无形碰撞下崩溃散开，甚至都不需要白小纯传出意志，月亮花在那一声咆哮后，其花朵竟化作4份，直奔四周的四大凶兽，其身上散出的凶残竟有过之而无不及。眨眼的功夫，四大凶兽就与月亮花在这天地间，在那嘶吼中厮杀起来。通天道人目光一闪，对于白小纯这里的月亮花，他也心神一震，看了一眼后，身体一步走出，直奔白小纯。白小纯蓦然抬头，身体同样冲出，与通天道人之战也又一次掀起。二人在这天地间环绕四大凶兽与月亮花，彼此以极快的速度出手，每一次掐诀都是神通降临，每一次碰撞都蕴含了无穷道法。据想今天中短短的时间，无论是四大凶兽与月亮花，还是白小纯与天尊，都彼此之间对抗数百上千次。月亮花虽强悍，可终究面对的是四大凶兽，渐渐有些不敌。可就在这时，忽然的月亮花内的嘶吼强烈回荡中，他的身体竟轰的一声自行崩溃，化作了无数蒲公英般的种子，在这天空上形成了一片飞絮之海，从四面八方直奔四大凶兽横扫而去。四大凶兽都神色一变，齐齐后退，可还是晚了。眨眼的功夫，他们就被这飞絮之海笼罩。那些如种子般的飞絮，在碰触四大凶兽后，竟好似具备了生命般，瞬间就钻入他们的体内，好似要借助他们的身躯，成为自身成长的养分。这一幕顿时让那四大凶兽发出惨厉之音。通天道人觉察后面色一变，注意到这四大凶兽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枯萎后，通天道人也都内心一惊。好霸道的天外之种！通天道人冷哼一声，目中露出果断，右手掐诀，蓦然一指，口中冰寒之声回荡四方：戒宝归位！随着他话语传出，顿时那被飞絮不断吸收血肉的四大凶兽全身猛地一震，竟各自身体瞬间膨胀，直接就崩溃爆开。而在爆开的同时，更有千万剑气竟从这四兽体内席卷而起，
横扫四方，形成了毁灭的风暴，生生的逼出了那些飞絮的同时，这风暴之狂猛，其内剑气的犀利，让白小纯也都倒退开来，全身上下伤痕不断。虽刹那恢复，可他的呼吸依旧急促，尤其是抬头看向那些剑气时，白小纯双眼猛地收缩。他看到那四大凶兽在爆开后，那些千万剑气竟彼此凝聚成了6道长虹，盘旋在通天道人的四周。那赫然是6把颜色不同的飞剑。这6把飞剑散出的锋利之意，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立刻心惊，更是在这6把飞剑上散发出无尽的岁月之感。明显的，这是6把古剑。那4尊凶兽竟是天尊的法宝所化，不对，是天尊将这6把古剑养在这4大凶兽的体内。白小纯神色动容，身体蓦然后退，四周的飞絮也在这一刻急速倒卷，重新凝聚在了白小纯身后时，化作了千疮百孔的月亮花，气息虚弱无比，明显有些枯萎的样子。显然之前剑气的爆发对他的伤害不小。有点意思。通天道人站在半空中，目中闪动寒芒，盯着白小纯，缓缓开口：“不愧是被守灵人选中之修，多少年来，除了守灵人外，已经没有人能让本尊取出这6把蕴养了无数岁月的本命道剑。不死长生功开创5大桎梏，5大封印以此超凡。而本尊之所以能逆天改命，依靠的则是自创的9大道门。这9大道门就是本尊一生修为所在。要用这6把道剑施展当年，也正是以这6把道剑开启道门，斩了那一代的魁皇，斩杀无数魁皇血脉。今天就让本尊同样以本命道剑开启道门，将你斩杀在此。”通天道人淡淡开口，随着话语，他全身的气息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出来，轰轰声中，苍穹色变，漩涡幻化，八方通天海，大浪惊天，好似他所在的地方成为了这世界的源头，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让通天世界风云变幻。白小纯呼吸再次急促，他从这一刻的天尊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无法形容的危机感，那种感觉似就算自己不死卷的恢复，也都无法去对抗。可他的目中没有露出丝毫退缩，天尊有杀手锏，他白小纯一样有。就在这时，在全身气息爆发到了极致，让这世界都颤抖的瞬间，天尊目露奇芒，双手抬起，向着前方猛地一挥，口中传出言出法随的天地之声。道门砍功，这4个字似乎蕴含了某种大道。在回荡的一瞬，通天道人四周的6把飞剑齐刷刷飞出，竟在天尊的前方彼此交错，成为了一个3排的奇异图案。第一排2剑横平在上，中间有空旷；第2排2剑四融在一起，形成了一字；第3排与第一排一模一样。这个由6把飞剑组成的图案在出现的瞬间，这片枯萎的天地世界顿时就有无穷的水汽刹那凭空出现，轰鸣中竟在这图案四周形成了无尽之水，似整个世界在这一刹那成为了大海，而这所有的海水都在这一瞬带着万钧之力直奔白小纯。白小纯身体骤然后退，眼看着四周幻化出的无尽海水铺天盖地，无边无际，同时那海水内蕴含的灭绝之意似要将一切众生都淹没生机。他心神中的危机感也在这一瞬惊天爆发。天尊之法，9大道门又能怎样？白小纯眼睛赤红，眼看无法闪躲，他仰天一吼，右手抬起时，黑色漩涡出现，身后在那无尽的水汽内，一尊地影带着无上霸气骤然降临。不灭地拳第1024集，一目金渊，道门砍功，源于九虚。九虚之水，砍功无尽。这一刻，在白小纯的四周，那幻化出的海水八方轰鸣，无边无际，其内的灭绝之力并非狂暴，而是绵长之中带着难以想象的韧性，好似挤压一般，足以将其内一切万物众生全部同化成为海水的一部分。面对这种阴柔之力，白小纯依旧展开了不灭地拳，凭着那刚强无比、霸道到了极致的地拳，凝聚肉身以及修为之力，轰然而去。这一拳不再是5倍，具体到了多少倍，白小纯没去计算。他此刻唯一的念头就是打爆这四面八方无尽绵长的砍功之水。轰鸣中，随着白小纯一拳落下，他身后的地影也同样抬起拳头，一同轰去。顿时天地色变，风云震动，世界颤抖，四周的水汽更是瞬间波动万丈。这波动不断的扩散，越来越大，越来越急。白小纯的双目血丝弥漫，低吼之声咆哮而出：“再来1倍！”大吼中，本就已经强悍无比的不灭地拳，在白小纯这疯狂下又一次爆发，如同虎生双翼，凤出涅。轰轰轰！难以形容这一拳内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风暴。那砍功形成的绵长阴柔的水汽之海，在这剧烈的波动下，似到了极限，无法承受，在一连串的闷闷轰鸣中，直接就爆开，化作了无数水雾，向着四周排山倒海一般扩散。远远一看，通天海的天空上，那扩散开的水雾，如同蒸发了一片磅礴之海。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除了通天海的范围，其他区域都被影响。在这水雾的扩散中，下起了倾盆大雨，蛮荒也不例外。
葵黄城四周大雨洒落，无数人的心头都随着整个世界的震动而颤抖。通天海上，通天道人眯起双眼，他的心中再次凝重几分。实在是白小纯这里的强悍，让他一次又一次心中升起不安。道门，艮弓！眼看砍弓道门被白小纯化解，通天道人冷哼一声，毫不迟疑，大手一挥，顿时他前方的6把飞剑再次交错。这一次，不等通天道人将其艮弓排列出来，白小纯在那不死地拳后，身体的急速恢复中猛地冲出，化作一道长虹，又如流星，轰轰中直奔通天道人而来。就在白小纯接近的瞬间，通天道人冷笑，右手掐诀间，其面前6把飞剑刹那就排列出来，同样是3排，可却与之前不同的图案。在这图案出现的一瞬，在白小纯接近的刹那，赫然有一座山峰竟凭空而出，来得极为突然，直接降临，向着白小纯轰然砸去。这山峰太大，足有数千丈大小，气势惊天，砸下时掀起的呼啸更是震耳欲聋。白小纯面色一变，低吼中一拳轰出，要去对抗。可就在这时，在天空上，一座又一座大山齐齐幻化，齐齐轰下。那山峰一座比一座庞大，眨眼的功夫就出现了上百山峰，占据了天空。最大的一座足有数万丈，不断的砸下中，根本就不给白小纯闪躲的可能与机会。尤其是在下方的通天海上，此刻随着大海咆哮，竟也有一座座山峰从海底拔地而起，直奔白小纯。甚至在这四周，同样有山峰出现，好似成为了通天道人的法宝，直奔白小纯而来。前后左右，天地八方，无尽之处都是山峰。白小纯可以崩溃一座，但眨眼间就又出现了10座、100座，源源不绝，越来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强。白小纯的面色不断变化，通天道人的道门之强，在这一瞬显露无遗。类似的道法，白小纯只在当初蛮荒的绝世之战中，守灵人的五行之道上看到过相似之术。白小纯神色严肃，体内不死血在这一瞬蓦然燃烧，随着燃烧，他的身体外顿时就爆发出了层层血气。这血气眨眼浓郁，成为了血雾后，雾气内，白小纯的眼睛露出疯狂与嗜血，可他的神智没有如往常那样消散。对于神杀之法，他已能完全操控。神杀一出，血气滔天，白小纯低吼中，速度爆发到了极致，血雾更是轰隆隆的不断扩散。任凭这降临的大山有多少，他的血雾都可以在不死血的燃烧下刹那覆盖。而每一座被血雾覆盖的山峰都在瞬间碎裂，如被吸走了一切存在的力量，直接就化作飞灰。眼看那血雾越来越浓，越来越多，甚至放眼看去，这八方世界都成为了赤色，而所有的山峰都在那血雾中崩溃。天尊的眉头微微皱起，冷哼中他大袖一甩，道门，震弓！天雷之声骤然炸响，如同开天辟地般，一道道黑色的闪电天雷直接就在苍穹上幻化出来，直奔白小纯猛地轰去。远远一看，这天雷之多同样是无穷无尽，超越了一切天劫，似乎此道门的开启使得通天道人成为了雷霆君主。如此道法，如此道门，这正是通天道人自创的天尊法，也正是因这道门之法，才使得守灵人曾经向白小纯提起通天道人时，也都用惊艳绝伦4个字来形容。也正是这种已经摸索到了大道的天尊法，使得通天道人颠覆了整个葵黄朝，更让他有自信，只要走出这片世界，到了外面后，自己一定可以成为真正的天尊，更是能冲击，怕是在外界也都处于绝对的巅峰，凤毛麟角般的太古至尊。我有如此资质，注定能成为太古，为何要在这狭窄的世界里蜗居，苟延残喘，等待寿元断绝之日？我岂能甘心？天尊大吼，神色狰狞中带着疯狂，一步走出时，苍穹降临的天雷彻底爆发，10万、100万乃至1000万轰鸣落下。白小纯即便是有神杀之法，即便曾吞噬天雷而修行，可如今也都无法对抗来自天尊的道法之雷。眼看那无穷无尽的天雷轰鸣而来，白小纯气息粗重，目中的疯狂不比通天道人少。抬起头，全身血气尽数收起后，他的长生力瞬间爆发开来。这样的术法我也有。白小纯心中杀意强烈，此刻声音也都变得嘶厉，传遍四方的同时，他双手掐诀，向着四周猛然一挥。不死卷有5大神通，长生卷则是5大道法。这一刻的白小纯赫然是首次的展开了属于长生卷的，属于他自己的汉式道法。一目金渊，白小纯的声音同样言出法随，如同天地道音，四去撞击大道之中，传出道法天音。瞬间，整个通天海上所有的海水在这一瞬间发出咔咔之声，肉眼可见的全部成为了水晶之海。所有的浪花，所有的波浪都在这一刻好似冰封，成为了水晶。偌大的通天海外，所有区域在这一刹那晶莹剔透。这范围之大，一眼看不到尽头，只能看到整个大的化作了金海，
折射出的光芒五彩绚丽，璀璨惊人，甚至天空降临的雷霆也都在这一刻被大地的惊海折射，光芒万丈而起的刹那，咔咔之声又一次的爆发，赫然是那整个惊海居然在这眨眼间全部碎裂，化作了超过百万、千万乃至亿万的水晶剑，从大地上轰然而起，折射着灿烂之芒，散出着似能撕裂虚无的锐利剑气。所有的水晶剑从大地而起，从这世界的八方排山倒海，凝聚着惊世的气势，直奔通天道人。通天道人的面色一瞬骤变。第1025集长生灯。天地内数不清的水晶剑掀起超越这世间一切声音的呼啸破空声，从四面八方，从那化作晶渊的通天海上轰然而起。一把把水晶剑折射出光芒万丈，璀璨无边，让这天地在刹那中骤亮到了极致时，通天道人神色大变，呼吸急促，他的心神中首次掀起了滔天大浪。尽管对于长生卷的神通他很是了解，可这一刻从白小纯手中施展出的道法，依旧让通天道人内心强烈的震动。正是因为知道长生卷的道法之力，所以他清楚的知晓长生卷与其他功法的不同之处，这是一门旷世之法，在修炼中会根据修炼者的道念自行演变出神通道法。如此一来，每个人的道念不同，所演变出的道法就截然不同。就算是他对长生卷研究足够之久，可还是对于白小纯此刻施展的道法很是陌生。这白小纯的道法最终会是什么样子？通天道人不敢小觑，眼看着四周铺天盖地的水晶剑呼啸而来，他身体正要后退，可那些水晶剑的速度更快，轰鸣间就一路破开了天雷，瞬间临近。通天道人神色一紧，双手掐诀一挥中，他四周的震宫之雷又一次降临。这一次不再是去攻击白小纯，而是降临在他四周，形成了雷幕阻挡水晶剑。轰轰之声撼动天地，远远看去，可以看到那些千万上亿的水晶剑不断的临近，撞击在了雷幕上，使得巨响不断的传出，使得天地颤抖中，强悍的道门震宫雷法也都肉眼可见的虚弱，越发稀薄的同时，却阻挡了八方水晶剑的轰击。这无数的水晶剑虽都被雷幕所阻挡崩溃，可却没有消散，而是堆积在了通天道人下方，赫然从下方的通天海上堆积而起，隐隐的好似形成了一个竖着的基座。这基座由崩溃的水晶剑凝聚而出，越来越高，直冲苍穹的同时，天尊四周的雷幕终于溃散开来。可那来自八方的水晶剑也在这一瞬全部被阻挡崩溃后，形成了通天道人脚下那惊人的如擎天之柱般的基座。白小纯，这就是你的道法？通天道人喘息有些不稳，可目中却露出凌厉之芒，带着天地之威，似一切道法不可撼动，站在那基座上默然开口。白小纯冷冷地看着通天道人，右手抬起，向着天空默然一指，天幕为照。话语从白小纯口中传出的瞬间，苍穹传来一声巨响轰鸣，模糊中竟出现了重叠之影，似乎这一刻天空在白小纯的一指之下被分成了数层，如同把天空化作了一张大布，又将此布分成了数层。眨眼间，第一层天幕就骤然落下，向着通天道人直接笼罩过去。这一层天幕肉眼看不清晰，只能看到四周的一切都处于扭曲中。那似乎半透明的天幕降临的一刹，天尊面色在变，掐诀间其道门训功之法已然展开，形成了无尽黑风，在四周猛地爆发，要去阻止天幕笼罩。可他的道法刚刚施展，苍穹内第二层天幕、第三层天幕陆续而来，随着天幕落下，这整个苍穹越发稀薄，直至第八层天幕也降临后，层层叠叠，赫然将通天道人如封印一般笼罩在了通天海上。放眼看去，通天海内那水晶基座之上的通天道人，他四周黑风呼啸，挣扎中似要冲出，可其八方范围随着八层天幕的笼罩，赫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罩子。这罩子就是剥离下来的天幕，不是蓝色，而是透着灰白。与此同时，随着苍穹被剥离了大半，已近乎透明，甚至都能看到天幕后的漆黑虚空。通天道人气息此时有所波动，一股强烈的不安与危机让他在这一刻发出低吼。四周黑风不断的呼啸卷动，想要冲出这里，可短时间竟无法做到。就在通天道人这里心神震动的刹那，白小纯的目中越发冰寒，左手掐诀抬起，再次一指，口中如天雷般展出惊天之声：“万寿无疆！”这四个字从白小纯口中传出的一瞬，他的身上长生气息轰天而起，赫然在这整个世界，在这整个天地内，凭空的幻化出了无数的寿字，每一个寿字都带着白小纯的长生气息。这些寿字大大小小，数量之多难以形容，只是粗略一看，竟不比之前的水晶剑少。刚一出现，就轰轰重，直奔如今笼罩着通天道人的天幕之罩，瞬间而去。眨眼的功夫，就陆续的出现在了那罩子上，并非穿透，而是烙印其内。随着烙印，能看到那无数的寿字，每一个都散出惊人的气息，
使得天幕如被加持，其封印之力更为强悍，已然超出了某种极致。其内的通天道人此刻呼吸越发急促，心神内那不安之感不断的爆发，使得他有种强烈的预感，如果自己无法离开这天幕罩子，那么将有大凶险降临，要尽快离开这里。天尊身体猛地一晃，就要冲出，可无论他施展了什么手段，竟都短时间内难以冲破。危机中，天尊低吼，掐诀下，其道门离宫骤然展开。离宫属火，在展开的瞬间，通天道人的四周就有无穷天火，烈焰熊熊，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似要去将所有阻碍全部焚烧成为飞灰。就在这时，白小纯目中杀意强烈无比，无视被焚烧的天幕，他的右手再次抬起，向着被封印的天尊蓦然一指：“汝生为主！”在白小纯这句话落下的刹那，一声超越雷霆的轰鸣巨响，直接就在天幕内水晶基座上的通天道人体内轰然炸开。随着炸开，通天道人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他的双眼刹那赤红一片，披头散发中，他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浮现出了一层蜡。这蜡的颜色森白，此刻大范围的蔓延，也就是眨眼的功夫，竟全部覆盖完成，且还在不断的加厚。这一切让天尊的不安彻底爆发，他的体内修为再次扩散开来，化作冲击四散的同时，通天道人低吼一声：“道门对攻！”对攻非水，而是泽。在通天道人开口的刹那，他的身体在那白蜡的覆盖中顿时凹陷下去，他的四周八方直接就化作了沼泽。这沼泽带着强烈的腐蚀，足以融化一切，似要去抵消自身的蜡化，更要去腐蚀这八方的天幕封印。轰轰之声撼动天地，那扩散的水泽腐蚀，配合之前的数座道门之法，让八层天幕层层碎裂。但随着那些兽字的加持，天幕依旧笼罩。任凭通天道人如何施法，他的道门虽强，可在这一刻，在白小纯的长生道法下，竟还是无法完全破开。而他身上的白蜡覆盖虽同样是被水泽所阻，蔓延慢了一些，可依旧还是强韧无比，使得通天道人的皮肤渐渐化作白色，整个人好似成为了一个蜡人。该死，该死！通天道人神色狰狞，仰天怒吼，在这咆哮中，似有更强之法从其体内爆发，眼看其皮肤上的白蜡都出现了碎裂的征兆，四周的天幕罩也都开始要崩溃。就在这时，白小纯深吸口气，闭上了眼睛，但只一刹。当他双目再次睁开时，他的眼睛里赫然出现了滔天之火。长生登城！天尊的身体如蜡烛，在白小纯双目开合的瞬间陡然点燃。这正是白小纯长生卷眼变出的独属于他自己的神通，其名长生灯。第1026集绝伦道法。白小纯喘着粗气，面色有些苍白。长生卷道法，长生灯的施展，他虽是第一次展开，可却好似在脑海里浮现了千万次一般，没有半点生涩。这本就是长生卷其独特之力，结合自身道念而成的绝世道法。可其消耗之大，也让白小纯这里有些吃不消。仅仅是展开此道法，他体内的长生力竟消耗了近乎70%之多。修为的消耗非不死卷的恢复范围，不死卷恢复的只是他的伤势，他的肉身，而修为的损耗则需吐纳恢复。不过如此消耗形成的道法威力之大，让白小纯这里也都心神震动。他的目光此刻如闪电般落在天尊那里，在目中所看，这片世界已然不同之前。水晶化作的基座正是长生灯台，如此庞大的灯台形成的威压之意，之前还没有显露，如今彻底爆发出来，甚至可以看到这灯台内似有一股吸力，使得其上一切存在都无法离开丝毫。而那从苍穹剥离下来的天幕，此刻笼罩灯台四方，赫然就是灯罩。至于那些无穷的寿字，此刻一看，赫然就是写在了灯罩上，寓意代表长寿。这一切都是组成长生灯的一部分，真正的关键则是凡俗的长生灯中放在其内散出火光的白蜡。通天道人他的生机，他的身体，他的一切就是这白蜡。而长生灯最后一式，白小纯目中散出的火焰，就是那白蜡点燃后形成的长生灯火。轰鸣中，通天道人的身体在那燃烧下，火光散出，映照在了四周的灯罩上，使得灯罩上的那些寿字格外的显眼。与此同时，灯台的吸力形成了极致的漩涡，使得天尊的身体竟无法移动。这赫然是将通天道人化作了一盏长生灯。通天道人身体颤抖，心神掀起惊涛骇浪，强烈的无法形容的生死危机在他心底不断的爆发出来。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修为乃至灵魂，都在这化作长生灯后，在那燃烧下不断的消失。这消失的速度之快，仅仅是几个呼吸，就让通天道人骇然到了极致，明显的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这神通这道法，通天道人口中传出如野兽般的咆哮：“区区长生灯，也敢燃烧本尊之魂！”通天道人仰天嘶吼。白小纯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挣扎中的通天道人。
目中冰寒渐多，更没有去阻止天尊的挣扎，而是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喃喃低语：“通天道人，你之前认为必成的倚仗，现在也该显露出来了。”就在白小纯这里目不转睛的凝神时，通天道人神色狰狞，全身在那燃烧下，甚至很多皮肤处都看到了燃烧中的血肉与骨头。他的头发正在快速的花白，脸上也都出现了皱纹，可其目中的疯狂却是没有减少丝毫。白小纯，你且看好，本尊如何破你道法！通天道人嘶吼时，其双手缓缓抬起，在那燃烧下掐诀在面前，蓦然合十。第7道门，坤宫。通天道人话语一出，这声音到了最后就如闷雷，好似从大地深处传出的咆哮，在回荡的瞬间，他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散发出了大地的气息。坤宫代表的就是大地。轰轰声中，整个世界的地面好似要爆开，阵阵厚土的气息从这世界每一寸大地内都爆发出来，直奔通天道人。他的身体厚土气息越发强烈时，就连其全身燃烧的火焰也竟然出现了要熄灭的征兆，甚至他下方的水晶灯台此刻也都在那厚土气息中浑浊起来，不再是晶莹剔透，而是肉眼可见的正在化作寻常的岩石。不仅仅是灯台，还有这四周的灯罩，此刻也是这般，在那厚土气息铺天盖地的弥漫笼罩下，竟渐渐化作了褐色，直至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整个灯罩彻底化作了褐色，如同成为了泥土。而其内的灯台同样这般，连同通天道人的身体也都不再是白蜡，燃烧他生命的火焰在这一刻直接熄灭。一声如开天劈地的巨响，随着爆发，天尊化作的长生灯直接就崩溃爆开，四分五裂。白小纯，你这道法也想困住本尊？通天道人有些狼狈的身影带着剧烈的喘息，从那崩溃的长生灯台上蓦然冲出，狂笑起来。白小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中冰寒内露出一抹讥讽，右手抬起，向着苍穹一挥：“你真的破开了吗？”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瞬间，通天道人面色刹那一变，他发现自己的生命、生机、修为以及灵魂居然还在消失。他神情陡变，骇然中猛地抬头，在看向苍穹的瞬间，他的脑海嗡的一声，他的身体颤抖前所未有。这怎么可能？天空上无尽苍穹中，此刻赫然出现了近乎无数的长生灯，那一盏盏长生灯覆盖了通天世界的天空尽头，放眼看去，根本就数不清具体有多少盏，只能看到那每一盏长生灯上都浮现出通天道人的身影，那些面孔有哭有笑，有的狰狞，有的咆哮，诡异无边，骇人听闻。通天道人气息狂暴，整个人癫狂无比，身体一冲而出，在半空中，他双手猛地伸开，向着天空狠狠一撕，仰天发出一声撼天之吼。第8道门，乾宫。乾宫代表的就是天。这一刻，随着通天道人的发狂，随着他将其道门之法施展到了第8道门的程度，世界变色，风云卷动，整个苍穹都在这颤抖中，似乎天尊的手化作了看不见的无形大手，深入天空中，赫然将苍穹撕出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这裂缝刺啦刺啦的蔓延扩散，似化作一道利刃，要将一切都展开，要将这整个苍穹都撕裂开来。随着裂缝的出现，浩瀚惊人的波动更是在苍穹上爆发开来。所过之处，所有的长生灯都在颤抖，而每一盏灯上的通天道人此刻竟也都在咆哮，齐齐抬起手，齐齐施展了第8道门乾宫之法。轰轰轰，苍穹碎裂，那一盏盏长生灯竟也纷纷被撕开，放眼看去，苍穹内的无数长生灯齐齐碎灭，而通天道人的呼吸此刻也极为粗重混乱，疲惫与虚弱之意在他身上格外明显，可他的目中却闪着金芒，身体的虚弱竟肉眼可见的恢复，尤其是他目中带着的一股好似天地间无上霸道的目光，猛地看向白小纯。白小纯，如果你没有了其他手段，那么今天就乖乖做我的绝世大药。你真的破开了吗？白小纯神色依旧平静，只是那目中的杀意越发强烈，话语淡然中却仿佛是无尽的嘲弄。同时他也在思索，到了这个时候，通天道人所倚仗的手段居然还没有展现出来。通天道人闻言竟然一愣，很快的他就面色接连数变，身体蓦然倒退，看着四周，他感受到了窒息；看着天空，他看到了世界之网；看着大地，他好似看到了一座巨大无比的灯台。他的面色渐渐难看到了极致，整个人身体颤抖，目中甚至都在这一瞬首次出现了苦涩与复杂。好一个长生灯，好一个长生卷！这一刻，整个通天世界赫然就是一盏巨大无比的长生灯。世界的大地就是灯台，世界之网就是灯罩，而他通天道人依旧还是白蜡，他的身体依旧还在无形的燃烧，如同灯火。这就是长生灯三世，一己、二天、三世界，绝伦道法，惊艳无双。第1027集，第10道门，是我小看了长生卷，或者说是我小看了白小纯你的长生卷。
通天道人看着整个世界，在这一刻化作了一盏长生灯，他的心中充满复杂。对于长生卷，他了解不少，可无论是其大弟子还是杜灵飞，在修炼了长生卷后，都没有如白小纯这样显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道法。此刻眼看着世界化作长生灯后，随着自己火焰无形的燃烧，他的世界意志竟被强行的剥离，甚至反过来，仿佛在长生灯的影响下，这片世界不再尊其为主，不再对其认可，而是出现了挤压与灭杀。白小纯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切，可他的眉头却深深皱起。到了现在，他依旧还是没有看出通天道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手段医事，才有之前认为必胜的心态。他一定还有真正的杀手锏，我就不信长生灯下破其不出。白小纯目中寒芒一闪，右手抬起一挥中，立刻这世界化作的长生灯骤然闪耀，全部爆发。白小纯，老夫的9大道门，还有这最后一门。通天道人目中血丝浓郁，仰天一声咆哮中，他双手抬起，上下交错，掌心相对，竟在面前摆出一个诡异的印记。道门中宫。通天道人低吼，双手猛地向前一推，6把飞剑摆出3排印记后，也在这一刹那齐齐爆发，赫然有生死之意。在这一瞬，在其四周扩散开来，一面生，一面死，环绕在一起后，竟形成了一张生死图。轰轰声下，这生死图不断的磅礴，似要冲出这片世界的灯罩。这生死之意的强悍，在出现的瞬间，就让整个苍穹变幻，似以通天道人所在之地分裂成了2部分，一部分加速枯萎，如同死亡；另一部分则是生机盎然，好似新生。如果能站在一个极致的高度，可以看到白小纯以世界化作的长生灯，在这生死图下也被影响，一半枯萎，一半新生。诡异至极的同时，通天道人蓦然咆哮，双手抬起，狠狠一撕，开！以生死为界，欲分开生死之间，借此撕裂虚无，撕裂长生灯。如果这就是你的倚仗，那么通天道人，今天你必定陨落。白小纯缓缓开口。在天尊欲撕裂苍穹的瞬间，他闭上了眼睛，疏忽间睁开时，化作整个世界的长生灯骤然熄灭。随着熄灭，整个世界的一切光芒都瞬间消失，只剩下了通天道人身上燃烧的无形之火。原本是肉眼看不到的，可如今在世界漆黑时，通天道人身上的无形火焰清晰显露，正剧烈的摇晃，似要一同熄灭。灯灭，人灭。白小纯喃喃低语，他声音出现的刹那，整个世界漆黑的瞬间，一股无法想象的灭绝之意在这黑暗中崛起爆发，从四周，从整个世界，从整个天地滋生出来，排山倒海般直奔通天道人而去，无视道门中宫，无视一切抵抗，无视通天道人的意志，要将其身上的火焰连同他的生命之火一起吹灭。不！通天道人发出凄厉地嘶吼，他有种强烈的感觉，自己的生死就在这一瞬间，来不及思索太多。通天道人在这咆哮中，右手蓦然抬起，一把按在自己眉心，向外狠狠一拽时，立刻一把带着锈迹的铁剑被其从身体内直接抽出，正是那把陨剑。手持天外陨剑，通天道人的吼声在这黑暗中震动四方，向着那来临的欲吹灭自己生命之火的黑暗狠狠一斩。一剑落下，斩不开漆黑，只有咔咔之声。在那把陨剑与整个世界来临的黑暗碰触的一瞬，从陨剑上传出。眨眼的功夫，在通天道人的无法置信下，在他的身体颤抖中，那把陨剑直接就崩溃爆开，四分五裂，轰然碎灭的同时，四周的黑暗在无法被阻挡，瞬间就将通天道人的身体直接淹没在淹没的刹那，黑夜里的烛火骤然熄灭，灯灭，人灭，形神俱灭，世界一下子安静了。渐渐的，当黑暗散去，当这天地内世界中的一切光芒重新恢复，长生灯也都消散时，通天海上，白小纯站在那里，只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此刻死死地盯着之前通天道人被抹去的地方。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不安，自己始终的猜测缘由所在。他抢走的哭笑鬼脸始终没有出现。白小纯目光越发凌厉，猛地低头看向下方已经快要干涸的通天海，右手突然掐诀，一指之下，那通天海立刻凹陷下去，似有无穷之力在内爆发。几乎在白小纯施法的瞬间，这通天海凹陷的区域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轰隆隆的转动中，牵动所有海水，形成了滔天的咆哮。而在那漩涡的中心，通天道人的身影赫然重现，竟一步步从海底走出。你的确差一点就可以将本尊斩杀了。通天道人平复着气息，目中血丝弥漫，露出一抹心悸之意。若非是他在方才那一瞬用那哭笑鬼脸的残魂凝聚自己的神通，形成了替命之术，怕是在那长生灯下就真的形神俱灭了。残魂替命！白小纯面色难看无比，他看着从海底走出的通天道人，已然明白了，这就是对方认为必胜的倚仗之处。的确如此，有了残魂替命，如同对方当年在蛮荒中
与守灵人绝世之战里的血发一般。通天道人深吸口气，目中杀意在这一刹那凌厉无比，更有疯狂在内闪耀，右手慢慢抬起，向着天空缓缓一按。你的长生灯，老夫已经见识。那么接下来就是老夫的最终道法。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片世界既然已经枯萎，即将死亡，那么这天地内的一切众生，与其随着世界陪葬，不如将他们的生命都送给我，成为老夫自创很久却始终没有施展过的灭世道法，也就是第10道门。通天道人的声音如同这片世界最后的天雷，在这炸开中，他抬起的右手前方突然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漆黑，轰隆隆的转动中，一股无法形容的吸力顿时就从内扩散整个葵黄世界。这一刻，本就千疮百孔的苍穹失去了所有的生机，肉眼可见的竟出现了无数的褶皱。枯萎的世界内，所有的草木瞬间死亡，所有的山峰大地瞬间失去了一切生命，所有的河流江海，就算是那海水不多的通天海，也都眨眼间彻底干涸。随后则是凶兽、修士、众生一切宗门，东西南北4大脉，还有蛮荒中葵黄城内外大天师也好，巨鬼王也罢，还有通天大陆的那些修士、半神老祖，所有人都在这一瞬身体颤抖，他们的生机根本就控制不住，被一股来自虚无的吸力猛地开始吸走。随着吸收，通天道人面前的漩涡已不再是黑色，而是成为了赤色，一股毁天灭地、恐怖到了极致的气息在这漩涡内不断的汹涌鼓荡。而在那红芒的映照下，天尊的脸上显露出无情的狰狞。白小纯，这是老夫的最后一式，第10道门，开！随着天尊的声音回荡，那漩涡顿时爆发，灭世之意滚滚惊天。白小纯呼吸急促，感受到那漩涡的转动，如同一个黑洞，要吸走这世间一切众生生机。他更是感受到了蛮荒内逆河宗乃至所有人的身体正在颤抖中无力挣扎的枯萎。他的目中赤红，右手毫不迟疑的抬起，向着北脉蓦然一抓。第1028集，天崩地裂。北脉世界之宝是白小纯的杀手锏。随着手指落下，通天北脉那片此刻已经不再是冰原的大陆轰然震动，其上所有的山峰早已经在通天道人的道法下化作飞灰。此刻的震动使得这本就残破的大陆立刻就传出了惊天巨响，在这声响下，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世界轰鸣，天地震动。一道道巨大的裂缝顺着北脉两侧已经干枯的通天河立刻蔓延开来，直至蔓延到了尽头的与蛮荒连接的地方时，如同直接断裂。整个北脉大陆轰然颤抖，开始了倾斜。随着起伏，能看到无数碎石落下，北脉大地与蛮荒被斩断的地方高高的抬起，最终竟缓缓的升空而起。随着升空，那一整块大陆的漂浮，使得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无数的吸气声，无数的骇然惊呼，在那生机的流逝中，成为了所有人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震撼画面。天哪，这是什么？那是北脉。也正是在北脉大陆升空的瞬间，这大陆突然的散发出蓝色的光芒。仔细去看，可以看到这些光芒赫然都是从那一道道裂缝内散出。随着光芒越发的强烈，北脉大陆上所有的生命都瞬间消失，被吸入到了法宝世界内。与此同时，轰轰之声回荡不断，大块大块的碎石更是从北脉大陆上脱落下来，直至整个北脉在天空上，在那无数石块的落下中，形成了一把大剑的模样，形成了世界之宝北脉大剑。蓝色的大剑让这已经死亡的世界依旧被影响，天空的褶皱更多，大地的碎裂弥漫，一股强烈至极无法形容的威压从这大剑上扩散开来。此刻更是在化作真正的世界之宝后，这大剑上浮现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正是寒门老祖的面孔。他目中有悲伤，遥望血祖燃烧而去的方向，喃喃着外人听不到的话语时，这把蓝色的北脉世界之宝化作了一道惊天的蓝光，轰鸣中直奔通天海而去。因其太大，只是一个挪移，就瞬间出现在了通天海上。在这来临的过程中，这蓝色大剑不断的缩小，到了最后化作了正常之剑时，赫然出现在了白小纯向着北脉抬起的手中，被他一把握住。手握北脉，握住世界之宝，白小纯的全身修为爆发，整个人在这一刹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威严之意，目中带着凌厉，更有冰寒，向着此刻凝聚赤色漩涡、带着无尽生机风暴的通天道人狠狠的一剑斩下。死！白小纯咆哮中，这一剑蓝光璀璨，落下的瞬间，其真正的本体之影赫然出现在了天空上，一样轰轰中向着通天道人骤然而去。通天道人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心中在这一刻更是掀起强烈的生死危机。北脉大剑他知道，可却没想到竟如此强悍。此刻右手猛地抬起，凭着其手中此刻吸来的世界众生之力，尽管不是全部，可他已经顾不得了，全身修为在这一瞬激荡而出，直接就融入到了手中的漩涡内，使得这漩涡之力在这一刹那大范围的爆发出来。
一股无限接近天尊的战力，随着他一声低吼咆哮，随着他的右手狠狠一挥，那漩涡飞出，直奔来临的北脉大剑蓦然而去。这一刻，时间好似一下子都缓慢了，苍穹的枯萎，大地的干裂，众生的意识都在这一瞬缓慢了，唯独那飞起的漩涡与降临的北脉大剑，在这一刹那碰触到了一起。轰轰之声前所未有的爆发开来，这声音之大，超出了这片世界内曾经的岁月里所有的声音，在传出的瞬间，北脉大剑与那漩涡中产生的神通波动，超越了准天尊，直接就攀升到了真正天尊的程度。如果把世界比喻成一个纸屋，那么这股天尊境界的波动，就如同是火焰，一瞬间就可让整个纸屋彻底燃烧。枯萎的满是褶皱的苍穹再也承受不住，轰然中直接撕裂开了一道无法形容的巨大裂缝，没有结束。很快的，第2道裂缝，第3道裂缝，直至8道裂缝，在这天空上无尽的蔓延时，整个天空被撕开成为了9份。随着撕裂，甚至可以看到苍穹后的虚无，那虚无一样被撕裂，露出了其后一片朦胧的陌生世界。与此同时，一股股不属于通天世界的气息从这些裂缝内急速的涌入进来，扩散八方。紧接着，大地一样震动，轰轰声下，通天世界包括蛮荒碎裂成为了10份。这一刻，整个通天成为了9天10地，还在崩溃，还在碎裂。通天世界所有众生都在颤抖，都在茫然，都在震撼。天崩地裂，灭世一般的八方波动，使得所有人的心头都升起了绝望与无法形容的恐惧。这恐惧大范围的爆发出来时，那漩涡与北脉大剑的碰触也已到了极限。那漩涡扭曲中，似无法对抗北脉世界大剑，竟轰然爆开。通天道人被那爆开之力冲击，只觉得狂风扑面，好似被一座座大山轰在面前，喷出鲜血中披头散发，身体被狠狠地抛出。可还没等退后多远，蓝光在其目中一闪，危机之意骤然而起。他勉强一躲，右臂在那蓝光下，随着血花的升起，直接断落。不可能！通天道人嘴角带着鲜血，近乎歇斯底里的狂吼。他不甘心白小纯的强悍，尤其是那长生灯的浩瀚，让他心惊。而这他那大弟子当年以北脉塑造成的大剑，同样让他的心头狂震。他虽是近期才确定他那大弟子没死，也知道有这件世界之宝，可却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知道一个重点：半神就算能塑造世界之宝，也无法展现全部威力。但方才那蓝色大剑所爆发出的惊天剑气，让他也都骇然无比。不可能，这不可能！通天道人心神狂震中，他忽然想到了一个自己忽略的存在，是那哭笑鬼脸的本体。该死，一定是他！通天道人身体蓦然后退，此刻的白小纯一样喷出鲜血。他的恢复哪怕再强悍，可如今在这如同真正天尊的波动下，在那北脉大剑中传来的反震下，他也立刻重创。通天道人，去死！但哪怕被重创，甚至恢复也都变得缓慢，就连意识都模糊。可白小纯还是狠狠一咬舌尖，让自己强行清醒后，带着杀机，带着煞气，手持世界大剑，身体化作一道长虹，直奔通天道人。哪怕天崩地裂，他也依旧杀意滔天。通天道人内心焦急，他看出了白小纯此刻是强弩之末，可他自己同样如此。眼下疾驰中，忽然的又一道蓝光骤然落下，天尊双目收缩，咆哮中全力闪躲，可依旧还是在那蓝光一闪下，他的左腿在血光中直接崩溃炸开。强烈的痛楚让通天道人的闷吼也都带着疯狂，但他身后追击而来的白小纯更疯狂，此刻根本就不顾伤势，不顾一切，依旧疯了一般追杀而来。看到白小纯的目光强悍如天尊，也都内心狂跳，忽然冲着白小纯急速的低吼一声：“白小纯，杜灵飞没有死！”这声音一出，如同天雷，直接就炸在了白小纯的心神内，让此刻疯狂中的白小纯也都全身一震，但脚步没有丝毫停顿。发现没有让白小纯心神不稳，通天道人走投无路，狠狠一咬牙，竟自爆如今的残体，轰的一声，赫然从其崩溃的身体内飞出了一枚闪烁无数符文，如同种子一般的光团，在其身体自爆中形成的血雾冲击下，速度一下子爆发到了极致，轰鸣中竟骤然的与白小纯拉开了距离，直奔崩溃的天空而去。眼看天尊以肉身自爆换来速度，白小纯心中不甘，疯狂中喷出鲜血，哪怕伤势更重了一些，也都直接无视，刹那追击。可就在白小纯追击而去，通天道人急速逃遁的瞬间，突然的整个天空传来了最后一声轰鸣巨响，碎成了9份的天空在这一刹那彻底崩溃坍塌开来。天崩！一股巨大的冲力在这碎裂的苍穹内爆发出来，横扫四方。白小纯与通天道人首当其冲，本就强行压制伤势的白小纯无法闪躲，在这冲力下，整个人脑海轰的一声，身体也都难以支撑，被卷向远处。他的意识也都在这一刻模糊，勉强看到远处的通天道人也同样在这冲力下被彻底淹没，生死未知。
白小纯想要去确定对方是否死亡，可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此刻眼前越发模糊时，他最后的意识看到了这天地间，在那天崩之后的冲力下，如同油尽灯枯之人喘出了最后一口气。随后，整个天空好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一股磅礴的吸力化作传送，瞬间就从天而降，落入到了通天世界内每一个众生的身上，眨眼间就将他们传送消失。出现时不是在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外面的大世界随机的区域里。逆河宗众人、蛮荒众人，还有通天世界残存之人，全部都在这一刹那，在生机不同程度的损失下被传送消失。白小纯目中血丝弥漫，看着天崩地裂，看着众生传送，他的心中苦涩，更有茫然。回忆一切，所有的记忆似乎很不真实。家没了白小纯喃喃中对于未来充满了迷茫，整个人也昏迷过去，身体在坠落时被一股传送之光笼罩，刹那消失。昏迷前，他的耳边似传来了纷杂之声，或是激动，或是兴奋，或是贪婪，或是阴毒的声音，好似在天外传来。裂了，魁仔的身体裂了。哈，这个世界的人终于被我们等到了，快去通知邪皇，这魁皇朝的人即将随机的被传送到永恒大陆的各个区域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将他们全部奴役。哼，圣皇那道貌岸然的老家伙，明明也贪婪着魁皇朝的血脉，可知道抢不过我们，也知道一旦我们邪皇朝奴役了魁皇朝后，他们圣皇一脉必定灭亡，所以当年竟不惜发动战争，约定了将这魁仔身体上布置传送，等他们出现后再各自抢夺。三尊主宰中，这是最后爆开的主宰了，他们出现的太晚，原本应该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不可能出现，而这魁皇世界的人也注定了要被我邪皇朝奴役。魁皇世界的道友，我们是圣皇朝，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加入我们对抗邪皇朝。记得，我们是圣皇朝，要来找我们。永恒大陆，我圣皇朝是唯一能对抗邪皇朝的存在。魁皇世界的道友们，还有这一代的魁皇，相比于邪皇朝，圣皇朝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永恒大陆上，5片仙域的中间，一片雾海虚无中，此刻屹立在那里的一座无限之高，似能擎天一般，存在了无尽岁月的巨人雕像，在一声传遍整个永恒大陆的轰鸣巨响下，四分五裂。本卷结束，下一卷永恒仙域第1028集。白秀才。时间流逝，渐渐的，通天世界崩溃，已过去了半年。陌生的天空，陌生的土地，陌生的城池，陌生的人，还有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陆是由5片浩瀚无比的大地组成，它们都被称之为仙域。仙域在这其中一处范围之大，足有10多个通天世界般的仙域上，东南方向，一条条巨大无比的山脉如同龙脊般纵横而过，蔓延无尽之长，从而在交错的位置形成的众多城池中一个小县城内，有一个穿着满是褶皱的白色长袍，上面还沾着不少油渍与脏迹的青年，正醉眼惺忪地走在街头，他的手中拎着一个酒壶，不时放在嘴边喝下一大口，似自嘲一般喃喃低语。仙域们青年整个人很是颓废，似没有什么精神，在这醉醺醺中，就连走路也都歪歪扭扭。如今应该算是秋天，秋风带着一丝寒冷，从远处的龙脊山脉上吹下，卷着枯黄的树叶，拂过这座人口不多，甚至偏僻中有些封闭的小县城内，许是秋寒袭人，吹在身上，如能钻入骨头里，从内向外的散出寒冷。街头的行人大都穿着厚实一些的衣服，行色匆匆，仿佛在这样的寒风之秋的黄昏，没有什么人愿意在街头游荡，只想尽快回到温暖的家中，与亲人相伴，享受家的温馨。只有这青年似乎找不到家的方向，如同在外迷了路的游子，在这街头摇晃中茫然的前行，任由那寒冷的秋风扑面，毫不在意。似这风中的寒，在他的感受中远远不如心中的枯寂。他的背影在那黄昏中只剩下了萧瑟，一些枯黄的树叶在那风中飘过，有那么几片枯叶，仿佛是在青年的身上找到了同病相怜的命运，不愿离去，环绕在他的身边，随着他的远去，久久不散。什么狗屁仙域青年，全身酒气弥漫，咕哝中在这街头摇晃时，拿起酒壶放在嘴边，想要继续喝，可察觉酒壶似空了后，青年咒骂了几句，张着大口，抬着脖子摇晃了几下酒壶，直至有那么几滴酒水落下，散在他的口中，这才吧唧了几下嘴。在他抬头时，黄昏的余晖洒落在他没有神采的目中，映照出他双目深处挥之不去的茫然以及苦涩。又没酒了，这个世界的酒是个好东西。青年低下头，自言自语地向着熟悉的酒坊，在秋风的相伴中迷迷糊糊地走了过去。酒坊不远，只是青年似踩着云雾，一深一浅地显得蹒跚，用了一炷香的时间，在那黄昏的余光都要散去中，才到了酒坊。推开酒坊大门时，一阵与外面寒风不同的热浪伴随着喧闹之声扑面而来。酒坊内虽只有7、8张桌子，可眼下早已坐满，就连四周没有桌子的平凳也都座无虚席，甚至还有不少孩童跟着自家大人过来后，也在这酒坊内跑来跑去。县城内的人们平日里没有什么解闷的乐子，
于是这售卖仙人醉的酒坊就成为了县城中不多的几处热闹之地。无论是邻舍之间的笑事，还是县城中大户人家的传闻，哪怕关于仙人的传说，在这酒坊内也都被人时而在喝多后带着神秘大声提起，引来无数人的笑声。对于绝大多数的众生而言，这平淡中带着一些笑声的日子就是最大的乐趣了。这不是白秀才吗？店家，看来你这里的仙人醉又多了一个常客了呀。青年进来后，酒坊内的几个醉醺醺的大汉顿时就指着青年笑了起来。这话语从与青年一样醉醺醺的人口中说出，分不清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于眼前这个青年，小县城的人或许陌生，可这酒坊内的常客们都已熟悉。哪怕这青年只是在数月前出现在了小县城内，从不与人沟通，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可那看起来就与粗汉不同的气质，以及那一身白色的长袍，还有那颓废的模样，以及时而目中露出的茫然与痛苦，不会影响众人在心中对这青年升起的猜测。这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秀才。因他穿着白袍，于是大家在称呼上也就将其称作白秀才。此刻挥手间，那磅礴的大手似取代了天空，向着白小纯那里骤然拍来。白小纯神情凛然，他立刻就在这大手上感受到了四脉的浑厚之力，还有整个通天海的气息。看似只是一只大手，可实际上说它是通天大陆也都毫不夸张。一旦落下，一旦白小纯无法对抗，就算是他强悍的肉身，也都无法与一个大陆去比。